summary. This is diluted. When you think your life is bad, look at that. I think they enjoy it lah. They waiting for rain, only they cycle then more cheating. Yeah, true. It's simply disappearing. 开箱，开箱，开箱，开，谁给他开箱，上？开箱。开箱。Mary had a little lamb, little lamb, little lamb. Mary had a little lamb, its fleece was white as snow. Nature. Look at the plant. Oh my god. Like Japan. 청진이. One of the Hokan Tower. Just like Good idea. This McDonald's actually serves straw. This is a cold drink. So can you eat without straw? Oh yeah. Ah. 我。
什么？我给你看。感觉拉一个 SpongeBob 这样。OK，学我，从1999年到现在，哎，你要洗多慢哦，我就会洗很快啊。啊，不然带只有一个你要这样洗。很舒服哎。对，你的水在下面滴完，你知道为什么懂吗？为什么？滴在我脚上。因为颈上还有一层高岭。哦。有更粉嫩的。Excuse me。Oh my god！记得打开小铃铛哦。不然如果你自己有好感，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啊，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这群观众很经典。这个在学你是不是认识啊？你是 prank bro。
话就重拍。真的，拜托，我那么注重隐私，我最好是拍你们讲的东西，然后给我看那些重点，然后给我拿去苹果日报卖之类的。也是 OK 啊，卖酒。某知名什么开头，可能就拍你额头这样。我这次讲电话是几时啊？去年还是今年？今年啦，2月22号凌晨还在讲。就12月的，隔2个月啊，有差吗？有差吗 ？Oh my god， 喂哦！还记得这个电话壳吗 ？I'm still using it from Kanki。耶，你看不错哈。真的，最近才断完了吗？这个 iPhone 壳哦，比我的 relationship 还久。猜现在几点了？不是11点哦，11点，做到1点，准备了明天的 lunch， 明天朋友会过来，因为刚好我在 prep for granola orders， 忙了3个小时 just for prepping， 因为那个量比较大，就想说反正那些砧板刀啊全部都在这了，就买 as well， 一次给我准备明天的午餐。很多谢我的小妹帮了我很多 granolas and also meal prep for tomorrow， 她帮我做了这个 sauce， 我是洗和切菜，我洗跟切是最麻烦的，因为我想说 poke bowl 应该比较容易做吧，所以就切，结果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简单。I don't know， 可能是我很累，然后就整个速度变得很慢 ，so 所以没办法需要开滤镜。太惨了。期待明天的 gathering， 很久没有见到朋友了，难得4个一句 Good night。看你们奇葩的一幕，你要谈到吗？Good morning， 我刚睡醒。我最近刚睡醒，脸肿肿的感觉，我都 after I massaged it。为什么呀？从昨天到今天也是这样，很差耶。OK， 现在我有可能会用滤镜，所以你们应该看不到。好，我给你1秒的时间。Anyways， 我的这个 July vlog 就来到尾声啦。昨天的聚会从1点半我们谈到整8点了嘛，7个小时吧。可是我觉得还蛮过瘾的。我这个 gang 呢，最不做作的 gang， 我没有说其他人做作还是什么，能当我的朋友的其实都蛮 real 的，所以我的朋友不多。到这个年纪是筛选朋友的时候，能 keep住这几个真心的，我觉得非常的知足还有感恩。就好像我们这个 Putri Lilian gang right， 因为我们都是住 Putri，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住 Bandar Putri 的，是 Putri Lilian 的 group， 我们真的是无话不谈，我们就是聊很多我们自己的事情，就真的很 personal 的 problems 我们就会谈。因为我是一个还蛮容易讲心事的人，可是在众多朋友圈里面，其实很多就是很表面上跟你非常知心的人，私底下你会跟他讲心事，可是其他人未必会同样的跟你讲他们的心事。Actually it doesn't matter， 看他们舒不舒服。可是我们这个 Putri Lilian， 每次我们就会互相就是会说，我自己觉得是很多 group 不会对我敞开心胸的一些 topics， 所以我们就会谈了好久。以前我们是每1年见1次面，因为他们都是在国外留学的朋
朋友 ，I'm the only local one， 所以以前是1年见一次，然后每一次见就是见超久，就是每一次就是这样久。所以现在目前大家都回来了，不中，至少1年都会至少见个2次面 ，I think。可是我们每一次一见就会见很久，每一次挑 restaurant right， 我们都要挑那种不可以太安静的那一种，然后当然也不可以太吵，也不可以太安静，因为我们会太吵，我们讲话太大声，怕我们的秘密会被人家听到，因为我们会很激动。所以还有第3个点，必须要开到很晚的，至少都要到12点，不然这附近是有妈妈档之类的。平常就会谈到那个店打烊。Anyway， 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在外面待很久，然后就可以打算来我的家。昨天也是一个幸福满满的一天。我 prepare 那个 lunch， 我也是自作聪明，就讲 OK， 我们就做一个 poke bowl， 想说安全嘛，因为应该都好吃吧，怎么样搅拌这么好吃，我就觉得太 brilliant 了我这个想法。当我跟我的家人说 OK，I decided to make a poke bowl for my friends， my dad's like。Good idea, healthy and clean and simple. TM 里用了我2天1夜的时间来筹备，然后我妹妹就告诉我，哦，我不就跟你讲 poke bowl 很麻烦，因为还要切菜，因为想说就切菜有那么难嘛，就切菜 like a salad and a rice。后面他在帮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就像烤酱这样的道理，切菜切死你啊。差不多就是一样的道理，可能我也是还是比较 particular，especially 做给人的嘛，所以前一天我切我觉得可以切的菜，然后当天我觉得当天可以切的菜，因为我怕干掉啦。好像你们就看一个平常的蛋在上面，可是我很细心的筹备一颗蛋这样。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妹妹，有帮助我了很多。妈妈去买料，因为我跟你讲，我没有 instruct 我妈去买料，是她自己愿意的，因为我讲我可以自己买，如果需要的话。很感恩，我告诉那些 Putri Lilins， 如果真的不是我的妹妹的帮忙的话，我现在早已经哭着 call pizza delivery 了。我就I feel like 很 grateful over everything。有一些人会觉得，你做这些 efforts 给人家，你不需要让人家知道你背后的秘辛吧？你根本是来讨拍，你做 for the sake of getting credits。在我的 dictionary 里面，你只要清楚知道你自己的 motive 是什么，是不是真心的？是真心的 ，Why not 给他知道你后面付出了多少？小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默默付出就好，是我自己真心真意的，然后我也不想让人家觉得我这份爱很重。长大之后我就觉得 like why not the way you share 你为他们做的秘辛，你不要做的好像很委屈很辛苦你这样。我的 Pokemon 昨天好像讲得很累，可是我就是心里是很期待，是抱着很爱心的心情去煮的 ，OK。那我会告诉我朋友像你们刚才看到的影片，我为我的朋友就做一个 rice mask，sounds like very 廉价的一个 gift。我也是有告诉他，虽然这个 rice mask， 这个 rice water，it sounded like very cheap，OK，and the container itself 还贵过那个料 ，but 那个真心呢是满满的，是100分的。我也告诉他这样比较，你不要看这样子，我比较不容易做的，我真做了半死。你们之前看到影片了，我已经看了95%的过程，蛮灾难连连的。他就我明白。可是我是用很诚心诚意讲，我不是用那种很 complete 的语气讲，就让人家知道，你后面为他付出的真心是多少，我觉得是没有错的，给他知道他就是值这个 efforts。I'm willing to put this much effort for you， 因为他看起来像3分钟的东西，可是我要给他知道我后面付出的3天的努力 just for you。Why not？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还可以分享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观看我影片的你们，不要会觉得说，会不会在邀功啊？只要你自己知道你的心里不是在邀功就对了，我只是很真心想要给你知道，你 worth my efforts。最后还是like up to you， 你们要不要有这个 practice？Thanks for watching。所以那些对 July Reads 有兴趣的朋友们，请继续看下去吧。所以趁着我男朋友 on the way 呢，我决定在这短时间里面介绍你们我的 July Reads。July Reads 是一个叫 Make Time 的书。如果你是平时像我之前没有阅读习惯的朋友们，我非常建议你们去尝试看看这个 Make Time，because 它很容易读。and 他给的 example 非常有趣，还有他都有给一些 valid proof and facts， 每一个 point， 每一个方法，每一个小 pebble， 他们都会有很足够的 testimonials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所以我是觉得可以不妨试试看。这本书呢，它是教你如何占用你的时间，可能 you have this limited time but how you maximize the value of the time that you have。它的用法，它的词句也都很容易明白，然后很 casual。在这边呢，我就是大概讲它的 highlights， 因为我现在反正也没有人在看我的 video， 是for爽，然后我就分享，就是刚好如果有人看到，就 OK， 这是你们的小福利咯。在想说要不要统整每一个月或者是来几个月一次，一个视频是讲关于我读到的书 summary， 把这些真的要做很足的功课啦。But then 反正
也没有人看嘛，我做给谁看呢？如果之后真的，如果谁真的有兴趣，觉得这个是一个 not bad 的 idea， 或者是你觉得很想要我分享的话，我也可以分享的。反正私底下如果朋友问我，我也可以 share。Siri 我还教他，我也可以 share 给我朋友。所以如果我录一个视频，我只需要讲一次，所以没差。如果真的只有1-2个人可以来告诉我，其实我真的还蛮有兴趣的，可以有空去 summarize 每一个月 summarize 这本书嘛，其实是办得到的。I just have to make time 。所以我很强力推荐，如果还没有培养阅读习惯的，你会觉得我不是读书的，我看书我就会睡着，我非常。I can relate， 我曾经是这样的人，可是我就跟你讲，你就真的需要找适合你的书来读，而且我觉得 make time 是全部人都非常 relatable 的，因为每个人，尤其是长大之后，你需要 juggle time between your family, friends, your work, your personal time, and maybe your pet， 所以 make time 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大众读的一本书，而且它的写作方式都还蛮不错的，可以去看一看。我就大概讲这个 make time 的书里面它有说什么，最 main point 就是讲不要 dwell into infinity pool， 无尽止的池，就是一个无底洞。什么是无底洞呢？ Social media, news, basically it's just social media， 因为这些就是 really takes up most of your time。他们是会建议 delete， 可是还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他们会给 suggestion， 可是他们就是没有讲你一定要怎么样，他就是给你一些意见，然后到最后他还是尊重你，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舒服的 make time 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这2个作者呢，他们就是有 delete 掉这些 infinity pool 的这些 apps， 他们的工作效率真的是有 improve 到。接下来他们有 emphasize choose your highlights， 你慎选你每日或是每个星期你所要做的事情，然后再从中计划。还有 learn how to say no， 就是别小看学会说不，这有大大的帮助你的工作效率，就是帮你省很多时间。然后他会有教你一些小 pebble how to design your day， 你如何有效率的策划你的时间。And how to be in your laser mode， 就是你的冲刺时间，他就会教你一些小 pebble。冲刺时间是对的词吗 ？OK，anyways，这本书呢，就是我很建议你们去看一看。我觉得任何人都非常适合读这本书。还没有阅读的朋友，或是已经有阅读习惯的朋友们，我非常推荐这本 Make Time 的书。不管你几岁，我觉得都非常需要。我觉得有帮助到，就是你每一天读个5页都好，10页都好，就是每一天你读到一些新的小 tips，maybe you can incorporate it into your lifestyle。你不需要完完全全他说他们 delete 那些 apps， 你就彻底的去 delete。Of course， 你觉得你可以做得到的话，当然会更好。可是它还是会给你自己空间，自己去调整，可能就是不要放太多时间在 social media。其实我真的很少去动 social media， 或是 WhatsApp 这些，我也是讲真的，我真的是没有动。所以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尤其是 weekend， 我真的是不碰我的 WhatsApp， 我的 handphone 我真的是丢一边，就是放楼上，然后我在楼下就做我自己的事情。Generally， 我真的没有需要用到电话 ，especially 如果我的 friends 聚会，或是我男友来我家，比如说我去朋友的聚会，我就会告诉我男朋友，我已经到我朋友家了。这段期间他就知道我不会碰手机，所以他就知道他会联络不到我，所以有紧急事情就 call 我。如果我觉得我办得到，我就相信你们也可以办得到，从小小的一步做起，相信自己可以的。Okay, to be a better version of yourself. July Reads 分享就到这，期待。我不知道 August 我也没有时间做，可是有一些书是还蛮值得推荐的，敬请期待。